云吞面是广东街边小吃，传到新马，云吞馅儿以肉碎为主，面条讲求韧性，用的是鸡蛋面，加上炭烧的蜜汁叉烧，这美味叫人难以抗拒。小贩学院保留传统味道，打造新兴小贩啊！李腾啊，说到这个炭烧云吞面哦，现在很少人用这种方式来烹调了。可是偏偏有这么一位小贩师傅，坚持用炭烧来煮云吞面哦。而且除了面以外，几乎都是手工制作的。哇，光想象就觉得这面应该很好吃，不知道它是何方神圣。星记云吞面历史长达47年，由 Richard 师傅的父亲辛苦创立。他11岁就在档口帮忙，早期连面都是自家制作，口碑好的特制辣椒酱是祖母的秘方。师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这背后有着我们看不到的辛劳。好吃的云吞面不怕功夫多，不怕时间长，慢工出细活，这就是我的原则。心怡，我跟你说，我们小贩学院请到的师傅啊，都是大有来头。今天这位不得了，有47年的经验哦。47年啊，老字号啊！哇，师傅你好，早，真的有做这么久啊？有，我有头发做到现在没有头发了嘞。是不是很幽默？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那么多年？我喜欢传统的云吞面，然后顾客也吃得开心，所以我才坚持到现在咯。有成就感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师傅坚持这么久，顾客也很多，想必云吞面一定很好吃，有这个秘方。其实也没有什么秘方啊，只是一个心态而已嘛。那既然有人愿意学，我当然会教他咯。师傅很大方哦。今天的同学有福啦。我是杜婉婷，1年前卸下会计师的工作，转为全职家庭主妇。老公和女儿就是生活的全部，享受和他们相处的时光，但总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像少了些什么。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体验不同的生活。我是蔡永豪，朝九晚五工作之外，我常和太太去运动，或者和朋友一起玩卡，让身心放松。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到处吃好料。作为新加坡人，我以本地美食为傲。两位同学，不是我要吓你们 ，Richard 师傅的云吞面制作过程不简单呢。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真的要心理准备，很辛苦哦。做小贩真的有师傅说的这么可怕吗？我发现我们2位徒弟都很积极，还没有开始上课哦，就开始在写什么笔记。我还看到他们在拍照对啊，很好，这个心态是很对的哈。是。OK， 那师傅来，你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准备汤的配料，然后扁鱼过油一下，煎一下。你选的这个扁鱼有没有什么要求啊？最主要它这个鱼的本身要干，炸了起来会比较香。好，捞起来，捞起来，沥干，然后把几片的姜给爆香先。爆香姜就是切薄吗？还是要切厚？切厚一点 ，OK。煲那个汤的时候，比较味道会出来。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它的姜没有去皮。是不用去皮，爆姜了，然后我的姜仔丢下去。好。火不可以太大，慢慢的去炒，慢慢炒。师傅为什么要炒呢？因为我在家本身自己煮，就直接倒在汤里面就好了。只要这样倒下去，没有它的香味。这个真是学习啊，爆香。师傅，江鱼仔为什么不可以炸呢？姜鱼仔炸就变成你的汤就很油了，太油腻。香味出来了。对啊。那2位徒弟的问的问题都是直接问到重点，就证明说他们是有在状况内的。章鱼仔都完成哈，爆香好了。对，那下一个步骤是可以倒进这个水里面啊。对，今天我就没有放那个汤包，如果改天你们做生意了，你们要放那个汤包的袋，因为今天我要快一点给它出味道。但是如果你不放汤包袋，会有一个坏处。那些姜鱼仔的渣全部在外面，在刚才炸，你拿汤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点。平时你放汤包你要熬煮多久？最好是4个小时。
我现在放加一仔丢下去了，嗯然后就黄豆，跟着我们就放鸡骨，这个鸡骨不用烫过烧水吗？就洗过就可以了。洗过就好了。啊，洗过清水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放几片鱿鱼，给它煎甜一点。我们的扁鱼也丢下去。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在煮汤了，好，我们就来爆香我们的油。哎，我们考考两位徒弟，你们觉得它爆香这个油是什么功能、什么用途？是拿来捞面的吗？对哦对对。我的观察，目前两位徒弟都是势均力敌。一开始我以为婉婷有优势，因为她有下厨的经验嘛。但是我觉得永豪是胜于哦，他是很仔细聆听哦，而且很专注。把那个猪油先炸，慢慢给它爆香先，放一还要放点生油油，啊，放一点生哦，油。这样不会很油吗？葱油之这是水。油来的吗？你要进很油吗？那你讲生油，它是菜油吗？还是它是什么油？它是花生油，花生油会比较香一点，花生油更香，哦，大概就盖过猪油，对不对？盖过猪油，对对对。哦，有哎呀哦，我是有一点怕油啦。我在家自己炒辣椒的时候，那个辣椒油会溅到脸上，就会做小饭你要注意哈，我们最长的就是要给油碰到，给烧水烫到，给刀硌到，这3样东西你一定要承受得到。这个时候我们放一点葱头，啊，一点一点哦，啊，不要乱碰哦，你越怕他越欺负你啊。哦，哎，这道理蛮好的哎。所以这些炸好了啊，这剩下这些油怎么办？这油我们就剩起来咯，煮好了面，然后拿来捞的，拿来捞面，拿来捞面。猪油加个蒜头呢，我们是拿来搅那个辣椒的料，来煮辣椒的。那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就要包馄饨咯。包云吞啊啊，太好了。哇，哎，Richard 师傅，人家包云吞哦，应该馅料就只是肉啊，你还有很多东西啊。哦，这个配料来的，我的胡椒粉是买胡椒粒来这里炒，再拿去磨成粉。我的扁鱼粉，我的自己弄的吗？也是自己扁鱼肉炸了，然后才搅成粉。全部哦都是手工自己做。单单云吞馅料用的全是真材实料，细节做到位。我们的肉碎呢，用手啊拍打了，给它的料给它均匀， OK，师傅你怎么打黏呢？就拉起来，拿起来，然后往下丢，来拍甩，啊，就可以。哎呦哎，慢慢练啦。那你云吞的皮，你不要跟我讲是你自己做的啊。云吞的皮就不是我自己做哦，现场。那是我幸好幸好松了一口气啊。如果你自己做，他可能就跟你说再见。包馄饨呢，就先包肉，哦，然后4个角塞进去，然后按一按，那等一下你煮的时候就比较漂亮一点啦。哦，我觉得那个量很重要。放肉先，这样可以吗？可以这样呢？然后就这样啊，这个太多了是吧你好像太大方了一点。男孩子的手比较大一点啊，压一下这样。我们的手指凹了一点，凹一点，4个角头按下去，这样这样啊，按。不要按太大力，要实际了，OK 啊就可以了。哎，这个很像寿司，有没有？捏寿司。对手感是不是？哎，好了。啊，你看，哎呀，不错呢。交给你啊。哎，你看像永豪这个，它的肉啊，全部都跑出来就不 OK 啦，不 OK 了哦，而且煮的时候怕它的肉煮不熟啊。我觉得婉婷进步还蛮快的，一开始她做的扁扁的嘛，很快她就上手了，把云吞做的有一点鼓鼓圆圆的。那婉婷呢，这里哦，全部可以。Richard 师傅功夫教全套，把独门秘方辣椒酱用的配料大公开，就担心这2个门外汉学不来，非常有耐心的教导。好，那师傅现在要炒辣椒嘛，哈，对我发现你很多工序都是自己要做，哎，那为什么把自己搞那么累？因为祖传的秘方嘛，没有办法。哦是从爸爸那里传下来。没有，是我的祖母传下来。哦，啊，因为我祖母是娘惹。所以你这个辣椒酱是有娘惹风味的了哈。对对。那要怎么样炒？你口述一下，带他们来实习。所以首先就放油，给它热了，然后就爆香那个香茅，差不多有点黑了，那时候来捞起来，还放那个搅好的辣椒下去，把它炒香了，才加那个辣椒酱下去。师傅口若悬河，要吸收这么多，徒弟应付得来吗？这有导游对吗，师傅？你的有啊啊，需要导油炸半瓶半瓶啊。师傅先大火对吗？啊，
烟了哎，可以了，我们慢慢。慢慢来哦。哇！大个太大火了，快点。火太大，小点，小点。再小。 OK， 再小可以了。给它慢慢炸到黑色。好，慢慢炸，可以。应该是可以了吧？没有，我讲快，还没有。哎呀，哦呦！啊，师傅，我们这个蛮黑的哦，要不要看一下？看一下，我看一下。快点，慢点。够吗？哦，可以，够了，可以上了。我再关小，然后就下辣椒。啊，地干。好，来，小火慢慢下，最小，这是最小。慢慢下。啊，然后你闻它的香味 ，OK？慢慢炒出来。啊，师傅，我的好了吗？你的差不多了，该了。香的味道。香味出来了，出来了，师傅真的很辛苦。这不容易。师傅，如果你煮多人份的话，你就一直这样炒3个小时哦。 3个小时。哇，不简单呢。你有炒过辣椒吗？以前？没有哎，第一次啊第一次，什么感觉？手酸。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下了辣椒。丢下去，敢啊！慢慢下，刚才这样慢慢下。这样讲有很重没有发。现师傅有点偏心？啊，没事啦，没事，没有啦。你看都在那边，我们这边来瞄2眼就。师傅，你看师傅哦，他90%的时间都花在婉婷那边呢。哎，师傅你偏心哎，我们这边瞄2眼你就过来了。对呀，有你在吧？有我在，安心啦，安静了。我帮你把师傅拉过来。师傅可以吗？谢谢。可以。你一直在那边，我伤心。香味又出来了。哎，你真的就要一直炒3、4个钟啊？3个多钟，但是不是这样的炒分量？当然，那这么辛苦，你是怎么坚持？你想到你这一窝辣椒要给几千个人在吃的时候，人家会欣赏你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自身的，就是个满足你的感自身就像你讲的，对不对？传承啊，真的你的推动。希望我有煮菜，可是很多这些东西我不会自己从开始这样搅出来。今天的这个过程，我真的学到了东西，学很多，真的。 OK 了，完成了。好，哎好。Richard 师傅，我觉得他教的内容很细啊，加上是祖传秘方嘛，所以他愿意这样大方无私的来授课哦，我觉得很难得。哇，不容易啊！这个辣椒终于完成了哈。OK， 我们要品尝一下，然后师傅也要点评啊，看味道如何，对不对？两个差不多。我觉得我的比较好吃哎。那是你自己煮的吗？才会感觉好一点嘛。我觉得婉婷的没有那么辣哎，试一下师傅做的辣椒，然后你们记住这个味道，因为这个是关键的，因为到最后是要看谁的味道跟师傅的是比较接近。怎么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师傅老实说，有什么地方是没有教的？对，全部教了完了，还要怎么？只有就是用你的心来去煮。时间也有关系，因为可能师傅他真的是炒3、4个小时。对。那现在最重要是什么？要来煮面了。是啊。那 Richard 师傅也是有强调啊，他不怕徒弟学，只怕他们学不会。哎，这个是什么菜？这个是菜心。菜心该不会自己种的吧？不要什么都自己来哈。这菜心是比较好啊，不会苦，没有那种苦味的那种菜心。菜很快，你看你放进去就捞起来了。对，酱清。油就是刚才我们做好的葱油啊。哦。煮面的时候最重要注意的就是火不要太大，火一定要大，火一定要大，水一定要滚，一定要大，闪闪，要闪的，然后它会透心嘛。这个是冰水啊，不是冰水，这个是冷水，常温水，能给它会粘在一起。哦。下来的就是过烧而已。OK， 再过，给它有点温度就可以了。哇。好，然后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好，放菜。然后就放一点麻油，再放点麻油、胡椒粉，我自己搅拌是的吗？啊，这是我自己搅的。然后呢？就完成了。完成了。哦。这边还有捞过葱油，就是不一样，我觉得又香又滑，很有弹性。哎，我发现啊，你看我们每次吃云吞面都觉得说，哎，好像看似简单，今天从头跟到尾发现哇，内有乾坤了，真的吓死我了。这个云吞很多汁哎，味道也很够。还有那个扁鱼的香，所以今天我们学这么多哦，其实还有很多是没有学到。接下来还要到他的档口呢去做实习，你们还可以吸收嘛？可以，可以哈。请你们吃面是有原因的哈。第2次的训练，徒弟不敢怠慢，准时报到。
哦，你们现在跟师傅做好朋友，一起喝咖啡哎。哎，师傅，你的手怎么了？哦，职业病哦，因为每次都拿那些重的东西嘛。没关系，有2位徒弟帮你啦。请我。哦，这个是你们的功课是不是？对，今天我带了云吞，你带了云吞，那你带了辣椒。那我们先来试一下你们的料理哈。云吞，哦，我这个就用了你说的那个88斤的瘦肉，28斤的肥肉，啊。有一点骨头，不好意思。这个是骨头吗？嗯这个透明的哦，嗯，这么大一条嘞。是不好意思啊，李腾，因为我买的时候那个安哥他给我的是扁鱼骨，不是扁鱼肉，所以有一点搞错了。现在我来品尝一下你的辣椒。哎，哈，简直让我冲上了云霄。我觉得你这个有辣过头嘞，辣到就是哦，某一口下去哦，麻了整个嘴巴就。整个是辣的味道，那是因为它的火候不够，没有别的味道，就是辣。它炒的时间不够长，把它的辣转成香。再久一点啊。OK。一个炒的火候不够，一个馄饨肉又有便宜的骨，汤呢？汤都没有拿来给我，我哪里知道他们这可以到哪里什么程度？你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吗？啊，这是什么？这是炭炉来的。哇你没有看过这样的炭炉吗？没有。是啊，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过活炭炉，因为之前只有在电视机上看过。从小到大就是已经是煤气炉了，家里。这些年轻人没有见过这个火炭炉也不稀奇了，因为现在新时代嘛。所以你的叉烧要用火炭烤啊？对，因为火炭啊，它的火会比较紧，烧起来它的肉啊是没有这样干。还有一个桶在这里。它这个是哦炉哦，还要放在里面哦。挂起来啊。师傅，这个他们怎么可能在家里练？来这里多练习喽，来我这里你们真的就得下来练了嘞。而且你们不是说哦，他开档你们来练不可以的，还没有开档，几点？2点。半夜2点。我们的火炭跟火苗是放在上面吗？对，放在上面的，放一些火炭。放一些火在那边啊，放在摆正。小片一点。开过大的，你给它敲一下啊。敲啊！我是不想这么做的，只能牺牲了。来点火吧。OK， 不要放得太密，不要太密，再加一点给它，再加一块啊，就放上面啊，给它盖住。因为如果你的火力太猛，等下你的肉很容易焦，完全凭你的感觉和你的经验来做的。所以他不是说放几块炭啊，对不对？婉婷很怕这个烟熏，对，我有看到。很呛的。对，很呛。婉婷是比较少接触这些火炭啊，怎么点火啊，所以我在想说，在终极比拼那一天要怎么办？婉婷很怕这个烟熏，对，我有看到。很呛的。对，很呛。婉婷是比较少接触这些火炭啊，怎么点火啊，所以我在想说，在终极比拼那一天要怎么办？在终极比拼那一天要怎么办？还要加炭吗？要就听我吹。多一个，行，够了。就是它慢慢烧，我们就先做别的。它在起它的火啊，然后我们再腌肉啊，腌它的肉。好，可以。OK。好，那我们现在请2位徒弟直接来腌这个猪肉，好不好？先考考你们，你们猜师傅用的这个猪肉是哪一个部位？没有记错的话啊，后腿肉是吗？啊，对了。为什么要选后腿肉呢？对，腿肉烧起来它会比较白，你自己要选一点有点肥的，一点也不要太多，变得它的肉就没有这样干。OK， 好，好的。那2位徒弟就开始了啊，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了啊。第一个步骤，一人拿3条。 3条啊。好，1条大概是多重？有2公斤吗？没有啦，这个应该才100 g 有没有？大概100啦，100而已啦。来，我就首先放糖，细糖还是粗糖？粗的糖，大概1汤匙的盐，那么酱青，跟它按摩。按摩。那现在要等4个小时嘛？对，我这个教他们怎样去煮面。
噔噔噔噔 ，OK。为什么呢？要把面放进这个木盘，然后用一块白布给盖住？因为这个面是有鸡蛋做的面，木盘呢它会有风险，就不会闷住它的面。然后如果你用塑胶的，它就会比较密闭密闭。用这个木盘呢，不放冰厨大概是8个小时里面，那布盖住就不要给它跟空气接触，它的面就不会变硬干去。放进那个冷藏可以放多久嘞？大概一个星期。所以现在就要教他们是怎么煮，对不对？对，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水要滚，煮的人要受得了它的热度。哦，看，你们眼睛看仔细啊。然后把伞丢进去，面丢下去。哦，它是散着丢嘞。对，盖一下。哦，我们要盖嘞。不要忘了，这个是面粉呢。那么你没有盖，它的热度透不过它的心嘛，你的面中间就会没有熟。你要过冷水哦。要过冷水。而且它比较有口感是吗？然后再过烧就好。师傅4两拨千斤，这云吞面最难掌握的就是煮面捞面这技巧，徒弟们看得眉头都皱了。我先吧。您先吧，好不好？您先。好。要先打伞。好啦，要快啊！烧水在跳舞了。烧水在跳，哎呀，你的面条掉了，掉一条了。在家里用的那个锅没有像师傅在当厨的这么大，水都已经要滚出来了，所以你很怕。所以要从那个锅拿到那个冷水，然后再从冷水拿到锅，就会比较紧张一点。放在碗上面啊。那现在到永豪了，来，准备水要滚啊，水要看到啵啵啵，好，丢进去。哇，它也是掉面啊。对啊，而且它面也要钱啊。你面也掉了，哎呀，浪费了。煮东西有时候要靠感觉，我不可以靠感觉，所以其实我都会一直要看时间。捞面很难，得同时用2只手来操作，左手要拿那个网，右手要拿筷子，结果就有点鸡手鸭脚，所以我要想办法去练。好，差不多。OK， 好，可以了。OK， 沥干。有一条顽固的，它不要离开啊！你直接放弃啊！哎，不要放弃啦！你有一根，你直接放弃啊！来，给师傅检查一下哈。好，我来看它的面心，它的面心没有熟透，煮的时候它没有感觉到它的面硬度在哪里。当你们在打散面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面的湿度跟干度，然后你丢下去煮了才知道多久。一碗云吞面看似普通，但是真的需要很多功夫在里面。腌制好的叉烧还得经过最后的上色步骤，先把叉烧粉和麦芽糖加入热水溶解，混合搅拌，然后将肉上色，涂抹均匀，再挂上叉，就可放进炉里。炭烧叉烧难掌控的就是炉火。然后我们就盖起来了，不要完全盖到完。哦，还是要留一点通风啊，不然你全部盖死了，它的火会死掉。啊，没有火太猛了，它的肉就会烧焦去了。OK， 那这个要烤多久嘞？看1个多小时以这么快？啊，这个因为肉少嘛。那你需要一直打开来看吗？检查吗？要，一直打开来，然后再淋一下它的汁。这个汁不要倒掉，还要淋啊。然后在这个桶的下面，我们就要替它治起来，叉烧汁。那你怎么知道几分钟之后那个肉是 OK 的？你怎么知道？我们就要开起来看嘛，也要看那个火，不够火，我们还要加一点炭下去。加炭。那个辣椒都还没有学到很好，然后现在又要学叉烧，很担心。切叉烧你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把它配面，它的肉不可以厚，切的时候要看到它的纹路。所以你要切第1刀啦。啊，对。好薄啊！哇，天哪！你排上去就比较漂亮一点。对，你们先试试看，好不好？婉婷来，我来。你不用先找看纹路了。对。哇！哇，切到太长了哦。我在想哦，婉婷是不是平时哦在备料的时候都是有那个帮佣啦，所以对这种食材的重量啊，然后刀工啊是比较不熟悉的。你看师傅的跟婉婷的，你看，婉婷的1片哦可以抵3片，然后到这个永豪了。好。哦，哎，永浩你 OK， 你感觉上比较熟练哎，你这种就是讲说没有做功课，但是考试都100分。最讨厌的那一种。对，哇，来比较一下，还不错的。师傅的，看到没有，这厚度，哎，可以哦。
跟你差不多嘞。可以啊，你要切得好，切得薄，就是多练习。好，加油！加油！ OK， 加油。小贩之路最难过的一关要摸黑起早。永豪和婉婷算是好学生，非常积极主动。但师傅的云吞面以手工为主，今天徒弟要面对的挑战可大喽。我不要它的头，不用太长，刚刚好。这样烧，我不是没有时间。哇多2个。好，快点，因为我们赶着时间，早上是打仗时间，来我的。要干的活多，包云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哇，2位，你们包云吞包得很严肃，你知道吗？没有聊天，没有笑容哎。因为有限时时间，很紧张。我通常这一点肉5分钟就包好了，所以你们大概10分钟吧。Richard 师傅，来，趁他们还没有包完，你来看一下他们包的云吞不均匀。有些大，有些小。对你几点要开档？6点。现在时间5点44分啦。你还差什么没做完？还有叉烧还没有切。哇，那个压力真的很大。之前切菜又太慢，然后包云吞师姐又给我们时间限制，真的很压力。慢慢，不要急，安全第一啊！可是我的叉烧变成炒饭的叉烧了嘞。已经没有时间学习了。切到的时候，哎呦，这个婉婷的会怕切到她的手了。你们这样慢，快点，我姑娘在排队了哦。你们切啊，我去准备啊。是师傅，你去忙。婉婷，太厚了。你看你这个是什么？这个不行啊。太厚了。我觉得婉婷真的是大放送，她已经不是叉烧片，是叉烧块。我还以为永豪的手沾到叉烧汁，原来是流血了。切到手哦。切到手哦。你怎么切到手啊？对，因为太急了。对，不可以，要小心，要小心。好，一定。你赶紧止血去止血一下。我们做小贩最长的就是要给油喷到，给烧水烫到，给刀割到。因为心急，所以就切快一点，结果就不小心切到手。帮不上忙，却挨了刀，只得暂时休息。此刻心情复杂。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今天没有办法继续哦，不要硬撑哦，让我们知道。不过感觉上你今天好像状态没有前几天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因为我妈妈在医院，所以会不会因为妈妈的事情很担心，然后又要忙这个？一般对。如果说真的是比赛跟家里的事情有冲突的话，你会放弃吗？不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到这里，我觉得不可以放弃啊。妈妈生病真的有影响到我的心情，所以一直在提醒自己要振作，乐观的面对。来我的2个碗汤面。收拾心情，永豪努力学习。现在要面对的可是技艺大挑战。1个碗汤面叉烧而已的4块，加辣椒加2粒云吞。云吞面已经是有云吞的吗？为什么要叉烧而已？要减叉烧。叉烧加水饺。加水饺啊！哇，Richard 师傅档口的生意真的很好嘞，不断有人潮啊。然后你看2位徒弟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做什么，感觉上好像没有帮到什么。我会包这个。看他怎样包。你要抓住这2个纸袋的口这边啊 ，OK， 下，敢抓风。好的 ，OK。打包很难呢，因为你打包的时候要确保有空气，所以食物在里面才会继续的温热。说他教我们的那一招，你会有一个风的 feel 啊。教了老半天，我们也不会。所以师姐叫我们去水龙头装水，然后就学怎么包水。
档口一开始营业啊，就等于是上战场了，是不是完全投入在煮面捞面？然后师姐呢，就是在发号施令啊，是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哇，师傅忙了一个早上没有停啊，客人是一个接一个啊，敢不敢给他们自己煮给客人？这个还不到那个程度，还不到那个程度。师傅这样讲有没有很喝到你们的心？有一点，但是会激励我再接再厉。对，那我就把你交给师傅了，好不好？好。我跟你讲，因为你的手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先给婉婷练习，我们先去看一下，看确保没有事，我们继续。OK。水要滚先啊，好。可以，丢下去。如果它滚出来了，你就来一点冷水跟它掺下去。因为妈妈的病，我对针有恐惧，因为她每天都给针折磨了，所以躺在病床的时候就想到妈妈的痛啊。师傅，我回来了。哎，回来了。怎样 OK， 医生说小事了。这样快就跟我拿 MC 了。没有给。好，没有 MC 的工作了。OK。我看这个空档，我就想叫他们煮一碗面给我们吃，酱青跟油，一样一汤匙，筷子，筷子，跟它捞一下，好了。过冷水。哦，又掉了。越来越少。好了。哇，你这个是 kiss meal。很少哎。好。因为你的面还有一半在热水里面，看，怪不得我这个面酱少。这已经是第2次了哎，怎么还会犯同样的错？好，现在到永豪了啊，要记得啊，要熟到心啊。哇，这真的不简单，我哎呦，不容易哦。他不是煮太久哎，他是捞不到他的面，不一样。好，注意摆盘哦。摆盘很重要啊。完成。我们去试一下，来了，我们走吧。我们先吃婉婷的好不好？啊。我有点 surprise 哎，对，就你在过程很慌张，但出来的面我觉得是 OK 的哦，口感很顺滑，然后那个面也是有达到你的要求吗？有达到，是有达到。对，来这个永豪的，永豪的更滑一点。那有什么地方要再改进？切叉烧刀工还要再学再练习，对 order 的稳一点，微笑啊，热情亲切。因为搅拌最主要的那个形象。那我们继续忙碌，来，也来。终极日近在眉睫，师傅亲自送烤炉到实习档口，再给徒弟俩补课。制作叉烧难度最高，他们能胜任吗？口味比较重一点，肉的量就 OK， 它肉比较硬。你的肉太少了，我吃的全部是皮的味道。你的辣椒只有一个字，辣。比赛要到了啊，你们好自为之了哈。OK。两个新手今天将面临一场的的确确的终极任务，因为师傅传承的是一门手艺，似乎由零做起的云吞面，两个徒弟暂时是无过无失。炭火点燃，这只不过是个开始哦。小贩学院保留传统味道，打造新兴小贩。哎，吴哥，今天这一场终极比拼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这碗云吞面啊步骤繁琐，而且都是纯手工打造。我个人是比较担心手工叉烧，因为工序真的很多，像是婉婷跟永豪，一个呢很优雅，一个很斯文，他们是否能够顺利的完成挑战呢？两人从最难的烤叉烧开始。我来喽 ，Hello。哇，两位早，两位早安，已经在准备了，哎，很难得哦，在比赛当天，两位参赛者在同一个档口在准备，因为特殊情况啊，是。今天这个炭火是谁准备的？他，不行嘛，如果以后没有他怎么办？对啊，谁帮你？这个火炭炉当然是要永豪帮忙啦，因为开进去那个炉里面真的是太烧了，只有一个夹子，所以就是他帮忙。你们还有什么还没做？先讲一下。包云吞，还有炒辣椒，还有面呢。面是最后了。面在等智慧带面来。好大的胆子，两位徒弟哦，敢吩咐师傅，比赛当天亲自送面来。我们没有吩咐，我们好好问师傅，您可以帮我们把面带来。还用您？哇，用您就可以了吗？我跟你讲，你们这么多东西都还没有做，对，时间会不会来不及？希望不会了。那我跟你讲，你们赶快把握时间，赶快做。
炭烧叉烧入炉后，接下来两人的准备工作程序几乎是一致的，同时烤叉烧后，同时包云吞。今天这场友谊赛是没有杀伤力，还是暗潮汹涌呢？哎，婉婷，来，你看一下可以吗觉得我的好了，我拿钱。 ？OK，我再一个3分钟，再久一点。再久一点。好，为什么你要再久一点？你觉得是哪里做的不够？我要给它多调味。你觉得师傅的叉烧的它的有一个很香的味道，哦，真的，所以你觉得还没有到？我觉得还没有到。哦，那他这样讲，你会担心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叉烧比较薄，哦，切的比较薄，所以我好了。我觉得他烧那个叉烧的时候，火候可能不够。我觉得你这个有辣过头嘞，没有别的味道，就是辣。你的辣椒只有一个字，辣。永豪了解自己的弱点，努力克服，这辣椒酱不能再失败了。婉婷，我太佩服你，已经在这么紧迫的时间，还有时间补妆。哇，请问你是要开婉婷美容院是吗？没有啦，因为就是又要上镜头了，快点补一点妆比较好。对，我讲平时哦都不见你们那么兴奋，所以师傅的爱心，不要辜负了，谢谢。可以吗？不要忘记了哈，比赛之前你们先煮一碗自己试了先哦。好，然后呢，在这边宣布 Richard 师傅的 service line 哈正式的 close 截止没有了。那现在赶快煮一碗云吞面，我们3个人试。怎样？林，要试我的辣椒吗？师傅怎么样？怎么样？看你面色凝重啊，OK 吗？辣椒不 OK，不 OK，咸，咸啊！没办法补救嘛，烧水，给它冲薄一点哦，冲薄一点。薄一点。其实我弄咸一点，是因为等一下要加水。不要自己找借口。我叫的时候没有这样。好，准备的怎么来，师傅样？，不要切这样平，斜一点，你的刀可以的啊。你看到我来了，你的叉烧变成碎去了，继续哦。啊，紧张。我们要不要试试辣椒？最担心的，最终还是得勇敢面对。也是咸，虾米太多了。这下是欲哭无泪了。这个是永好的。对对，那我们要吃吃看个味道了吗？我们是它的味道。好。好，那现在来试吃婉婷的云吞面哈，先看看卖相，可是我怎么样？哎，教导出来的全部是这样的水准。其实师傅哦，平时都笑眯眯的，但是试吃完他们的云吞面之后，真的是变脸了嘞。刚才师傅吃了2位的云吞面啦，老实说，心情现在是很沉重。首先要问的就是婉婷，你的那个是叫什么面？完蛋。馄饨面，没有馄饨，叫什么馄饨面？没有馄饨。 OK， 先看看卖相，可是怎么样？哎，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你有看到吗，师傅？馄饨面没有馄饨。婉婷，你的晚餐呢？这个很严重的失误，对。永豪的你的调味料完全淡到完，你的手脚要放快一点，不然你们放得来那个面都冷了，没有香气。师傅，你一碗面你大概花多久时间？1分钟。1分钟。OK， 那现在呢？我觉得你要给2位徒弟一个时间限制了，10碗面，他们要多久内完成？1碗3分钟。OK。好，30分钟要完成10碗面。今天挑战升级，更严峻的是要面对10位评判，当中有经营云吞面面面俱到的小贩，嘴刁的美食博客不在话下，还有对云吞面情有独钟的 Chef Petrina， 徒弟可要保重了。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那个捞面的过程，因为你捞到第8、第9碗的时候，手已经没有什么力了。不但捞面难，还要达到师傅的要求，让评判吃到的是有温度的面。
恭喜完成了。总共花了33分钟，差了3分钟。哎，你的面怎么尸体在那里怎么面倒在地上啊？因为我刚好就拉过去的时候就手弄到撞到上水。刚看你好像有一度有点手忙脚乱这样，对，然后就看看评审他们怎么说了。OK， 婉婷按照师傅的教导呈现原味的云吞面，但是否能让评判信服？现在 Patina， 你的餐厅本身也是有卖云吞面嘛？对啊。所以你对于这个婉婷的云吞面应该是有很多想法，对不对？云吞其实有点失望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肉本身的调味料不够，它的那个腌料有点淡一些。我们三粒云吞，它三粒都长得不一样，大小都不一样。对，大小都是不一样的。OK。我知道 Patricia 的父母是云吞面小贩嘛？对。那你觉得这碗万听完汤你有没有及格呢？文吞这方面我是觉得不怎么及格啦，因为我的3粒文吞里面有2粒它的皮是煮不熟的。我觉得他烧那个叉烧的时候火候可能不够，它的叉烧会有点厚，没有师傅的这么散。味道呢？味道呢，我就一直翻，因为我真的是找不到那个辣椒。后来呢，他们就来加了辣椒。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是好很多。我不是很吃太辣的食物，所以我觉得这个辣椒是恰当刚刚好。我知道它的辣椒是比较娘惹式的，所以尝到那些娘惹的料在里头，加了辣椒的面比较像是师傅的那个味道。一直处于高压状态的永豪习惯以手拍计时。之前师傅点出他的云吞面调味和辣椒酱都有问题，这10碗是否做了改善？时间到，也顺利完成10碗云吞面，你总共用了23分钟，你自己有吓到是不是？有吓到，哇，我也吓到了，一碗才大概2分钟多而已。是，有办法出到10碗，很开心。没有，但是你在过程，你觉得你的面有做到你想要的程度？有是有的。有，因为我像师傅说的啦，我要打。严守师傅教诲，用心烫出的面会打动评判的味蕾吗Chef Patina， 这个豪迈云吞面有没有好看、好吃、好香？有没有？其实看起来其实很耀眼嘛，因为我看它调味可能有调多一点辣椒在里面，看起来比较红。其实面我觉得是有过熟一点，就没有弹性，没有那个 Q Q 的口感。它的汤头跟面条配合起来，那个味道真的还是挺不错的。那个辣椒酱有点呛了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胃口比较重，所以我可以接受它的调味够重够咸，但是那个辣椒呢，只是有辣的味道，没有香的味道。叉烧呢不够熟很不幸的，我有一片叉烧是不熟的。我觉得叉烧稍微偏薄一些，就少一点口感。云吞方面的话，粒粒都比较肥美，它的肉馅也够味。它里面也是有那个扁鱼的味道，只是说可能它的那个肉是有点干，包起来可能不够惊艳，因为有一些已经破掉了。成绩很快就要揭晓了。我们这一次小贩学院评审团呢，对味道是非常讲究的就比如说在试吃的过程当中，有要求要什么？加油啦，加辣啦，还有加酱料的都有了没错，我们的小贩学院评审手中有40分，是每人都有关键性的1票，而且只能投1次票哦。那另外60分呢，就掌握在我们的师傅的手里啦，是根据你们过去上课实习还有今天你们做的云吞面的味道来做一个决定。现在把这个权利呢交给我们的评审团了。如果你觉得婉婷晚摊米它的味道呢是比较接近 Richard 师傅的，请举牌。1票、2票、3票、4票，现在总共7票了，婉婷。7比3永豪会不会有点失望？其实还没有结束师傅60分，也就是说永豪你要获得超过38分。来，有请我们 Richard 师傅来揭晓。我对我自己本来就蛮有信心的，不管怎样，希望可以成为小贩，所以不会放弃。恭喜婉婷获得33分，以及永豪获得27分。所以我们的获胜者就是婉婷。其实2位徒弟的分数
算蛮接近的。永豪，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分数哦，会不会稍微失望了一点？没有啦，不会啦 ，OK 吗？大家来都是学到一个手艺，真的 OK， 真的非常感谢师傅，他毫无保留的把全部的秘方公开啊，没有学好是我的错，对不起。好，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我觉得就是你再多一些热忱，把你的那个温度哦，让我们感受到。我相信你能够做出一个很好吃的云吞面，好不好 ？OK， 那当然呢，就要请我们的师傅 Richard 师傅来别上这个小贩学院的别章。恭喜婉婷将获得由新加坡环境局奖励的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没错，你可以直接开档呢，然后实体经营，成为一名真正的新手小贩。好，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的小贩学院任务成功。Love 972李连主持的生活有意思，与你分享更多节目相关内容。本周美食介绍也会刊登在巴士界。